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。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山药虽然貌不惊人，但自古就被称为是物美价廉的补虚佳品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，山药味甘温，补虚饮，除寒热邪气，长肌肉，久服而聪明目。而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山药不仅可以当做主食、做菜、做成甜品，其实山药有七宝，长治好处很多。但是吃对了是补药，吃错了却是毒药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山药的功效和它的禁忌。山药味甘，性平，益肾气，健脾胃，止泻，化痰炎，润皮毛。山药的活性成分：一、山药饭、山药多糖。山药多糖是山药中最重要的活性成分，具有健脾胃、益肾气、降突变、降血糖、增强免疫力、抗衰老等多种功能。山药多糖还具有调节免疫功能，提高机体免疫力，具有较强的抗衰老作用。第二，山药含尿榄素药。山药尿榄素药也是山药的重要活性成分之一，具有镇静、局部麻醉、恢复上皮组织、促进皮肤溃疡和伤口愈合以及抗病毒等作用，对于淋病、银屑病等各种角质化的皮肤病都有良好的效果，并且还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。第三，山药皂苷。山药皂苷具有抑制肿瘤、降血糖、双向调节免疫，改善心脑血管循环，防止心律失常，抑制神经传递至释放的功效。第四，山药所含的胆碱参与我们脑神经传递物质乙酸胆碱的构成，与学习记忆力有关。研究发现，山药具有镇静的作用，抗肝昏迷。第五，山药含有多巴胺。多巴胺这种神经传递物质和神经细胞对于人体的学习、运动、记忆、注意力和大脑的愉悦都有影响，还具有扩张血管、改善血液循环的重要功能。该成分在心血管治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第六，山药饭脱氢表雄酮。山药含有的脱氢表雄酮对于糖尿病、肿瘤、心血管疾病等均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效果。第七，山药含有粘液蛋白。山药的粘液质中含有的甘露聚糖、粘液蛋白、山药碱等物质。甘露聚糖是一种能溶于水的半纤维素，可以吸收膨胀，机体变大，容易产生饱腹感。粘液蛋白可以降低血的胆固醇，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质沉积，防止动脉硬化，防止结缔组织的萎缩，防止类风湿关节炎、硬皮病等胶原病的发生。以上可见，山药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是非常高的。但是山药虽好，却不能和以下这些食物同食。第一种就是土豆。食用土豆之后，人体的胃里分泌大量的胃液，产生大量的盐酸。如果在此时食用富含有酸的山药，有酸在胃里的作用下，很容易和蛋白质结合，产生沉淀。这种沉淀物既难消化，又不易排出，容易导致消化不良，还可能导致胃结石。第二种，黄瓜。黄瓜中含有维生素 C 的分解酶，如果与山药同食，维生素 C 就会被分解破坏，使我们的身体吸收不到足够的维生素，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损害，所以山药和黄瓜要避免同食。第三，不要和海产品一起吃。海产品中除了含有钙、磷、铁、碘等矿物质，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，而山药中含有的硫酸成分，当硫酸和蛋白质相遇，则会产生硫酸蛋白。这种物质有收敛的功效，同时会使人便秘，还会增加肠胃毒素的吸收，
起到腹痛、腹泻、呕吐等不良症状。第四，碱性的药物。山药不能和碱性的药物同时，碱性的药物会使山药中的淀粉酶失效，减轻山药的营养价值。除了对以上这些食物不能一起同时，山药这样吃对身体也不好。第一，山药生吃。研究发现，山药生吃可能会导致急性的肾衰竭，因为未熟的山药中含有毒性成分，不易检核，属于皂苷，会引起急性的肾小管坏死，从而导致肾脏损害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食用熟的山药，避免吃生的。第二，食用适量。山药本身是种温和但含有雄性激素，食用过量会产生荷尔蒙，女性会造成子宫内膜增生，出现生理期不顺畅、痛经、腹痛。第三，过敏反应。山药皮中含有的植物碱，部分人接触会引起山药过敏，全身发痒。在处理的过程中，避免直接接触，最好戴好手套。还有少数朋友吃了山药之后，会出现反酸、腹泻等过敏的症状，一旦有过敏症状，也要立即停止使用。四、不消化便秘的人，山药里面的成分有收敛的作用，对于大便干结以及肠胃积滞的人是不适合食用的。吃多了山药反而会加重症状。那么山药能和什么一起吃比较好呢？第一，生姜。山药中含有粘液蛋白成分，能够有效保护血管弹性，同时还具有润肺止咳的作用。若出现喉咙不舒服的症状，可以用山药和生姜一起食用，可以起到健脾养胃的功效。无论是蒸着吃还是煮着吃，均可取得较好的保健作用。第二，红枣。红枣和山药是绝配，把红枣和山药搭配一起吃，能够增强健脾养胃的作用，同时还能补充维生素，所以平时多用山药搭配红枣一起吃。第三，核桃。山药与核桃一起吃有补中益气、强健筋骨、健脑益智的作用。了解了山药的禁忌和功效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利用山药来保健身体，同时也避免开了一些不必要的伤害。山药营养丰富，深受大家的喜爱，但是要记住，吃对了是补药，吃错了可是毒药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